说到八通关，你可能会想到那条日本时代开辟，从南投的东埔横越中央山脉抵达花莲的古道。但其实，在150年前的清治时期，还有一条更长的横贯道路，它却只使用了20年就废弃了。这条古道就在大自然的恢复力下，几乎消失殆尽。今天我要使用《台湾的古道》这本书，以及一份40年前的探勘报告，循着这些线索，一起去寻找这条清代横贯道路曾经存在的证据。嘿，我是演员，现在天色刚亮啊。今天我要开启一趟非常长的行程哦。这个地方啊叫做99坎，从这边走上去，好像就是因为有99个阶梯，所以它被命名为99坎。这里呢，同时也是当时的八通关清代古道的起点。在牡丹社事件之后，清政府开始转为积极治理台湾，由沈葆桢奏请施行开山抚番的政策。其中第一步的开山就包含了开辟苏澳到奇莱的北路，以及社寮到卑南的南路。而我今天要寻找的中路的遗迹，就是由现在的竹山到玉里的路线。从下面的古道这边上来以后呢，前面这边有一个土坡，这个上面本来有一块大石头哦，大石头上面刻的是前山第一城。现在我的前面呢，就是竹山公园。我来这边找那一颗前山第一城的石碑。竹山公园，然后那一颗前山第一城就在那里。明郑时期，林启带兵赶走原本在这里的周族部落，这里成为了大规模的汉人社区，因此旧地名称为林奇埔。古道完工后，这里成为了施行开山抚番以及前往后山的入口。刘铭传因此在此设立云林县城，同时也称为前山第一城。有趣的是，云林这个名字来源的所在处，现在却变成了南投县的范围。现在的前山第一城的石碑已经被移到竹山公园内。不过这一颗石头呢，它其实是在1997年的时候重刻的。因为原本旧的已经不见了。好啦，看完前山第一城的石头，接着呢，我们前往下一个地点喽。接着我们就一起前往旧古道沿线的村落，寻找这条消失的古道隐藏在这些地方的痕迹。不过按照古道开辟的时间序，我得先往前回到浊水溪的另一岸。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即将开工前所留下第一个石节。好啦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集集蓝河堰哦。那我们要找的古迹呢，就在集集大桥的旁边。这里有一个楼梯可以走下去。现在我们所说的八通关古道，在清治时期根本不是这个名称，当时的正式名称为中路。同治末年，吴光亮奉命开辟中路，正式开工之前，曾经在集集埔扎营，并且派出了30多人先行入山调查。出发的同时，他就在这里留下了“开辟洪荒”4个字。如果按照集集蓝河堰最初的设计，这4个字会沉入水中。后来花了2亿元变更设计，才保留下来。也因此，它才距离蓝河堰的坝体如此的近。开辟洪荒4个字在这一面，然后这边是一颗很大块的石头，长这个样子。接着我再次回到古道的路线上，这条清代八通关古道虽然全线被列为国定古迹，但因为人为的开发还有天灾的破坏，已经几乎消失殆尽。因此我只能沿着现代的公路继续调查。各位，我现在后面这个叫做出乡桥，它是151县道哦。50年前的一个踏查报告上面说古道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上有大概100公尺的地方渡溪。当时他们来踏查的时候，古道就已经几乎都要不见了哦。渡溪以后呢，然后一路爬到上面去，上面呢就是鹿谷，当时叫做大平顶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新寮，这边有一个叫彬彬书院。不过我们今天要找的重点呢，是在前面有一个福德庙。这间福德庙里面有一个国定古迹哦。在中路开辟之前，这也就是当地相当重要的交易中心。庙旁有树立开山抚番的重要物证，比较大的那块石碑是渡台路番持境告示碑。在中路完工后，清朝政府废除渡台以及越过番界的禁令，这块石碑就立在这条道路上，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可以合法入山了。另外比较小的石碑是中路开通后1年设立的，因为这项建设让新寮迅速发展，变得更加繁荣。居民为了感谢吴光亮以及这项建设，而设立了这块得片山州碑。现在这个土地公庙里面还有同时祭拜的是惭愧祖师，他是从广东来的一个神明是这一个区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信仰。等一下我会去找2间惭愧祖师的庙，
里面都有跟八通关古道有关系的匾额。今天主要目的是要找那个八通关古道，我刚才已经从竹山那边一路上来，然后找东西。要上去的话，应该这一段都没有了。阶梯有的是这个了啊，现在因为那个要再考就很少人在走了。问了几位当地人，这附近是否还有古道的遗迹，但是都没有人知道啊。不过这2块石碑前的地板，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古道所使用的石头阶梯。在旁边另一间灵凤庙，同样是古道经过的地方，也能看到相同的石头地板。而再等一下深入山中的遗迹，也能再次看到。我现在又来到鹿谷的祝生庙，这里有一个跟八通关有关系的一个匾额，就是上面那一块，上面写开山佑民。这一块看起来好新哦，有在维护的样子。这一间庙里面祭拜的呢，也是惭愧祖师哦。中路在光绪元年的1月开工，开辟到这里只花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因为这一段早就有现成的道路，所以只是稍微加宽并且整理路面。在这间鹿谷祝生庙的门口挂的匾额，就是道路开辟到这里时，由吴光亮的部下，同时也是他亲兄弟的吴光中献给这间庙。匾额上面的落款就是光绪元年正月，可以看出古道开辟到此的时间点。哇，这一间福德庙的狮子好可爱哦，非常有手作感。另外一只呢，这好像人脸哦，天哪！接着中路古道的海拔一路爬升，往顶层凤凰村的方向而去。途中会经过这座清同治时期为了农田灌溉而竹坝产生的人工湖泊，现在人们将其称为麒麟潭。不过这段古道也已经完全消失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凤凰山寺哦。这里啊，其实跟八通关古道非常的有关系。这边有一个开台英豪的雕像，它这边只有写开台英豪，但其实这一位呢是吴光亮哦。现在走进去到凤凰山寺，好像还有一段路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聚落，然后没什么人。好，各位，我走了一小段路，终于抵达凤凰山寺了。这里的旧地名称为鼎城，现在则是凤凰村。在清治时期，这里就是汉人聚落最前线，旁边的凤凰山形成天然的藩界，越过这座山就是原住民的领域。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地方。这间凤凰山寺已经有超过250年的历史，里面祭拜的同样是惭愧祖师。关于这位神明有一个传说，他能够预测原住民出草，并且预先附沾指示信众避难，这可能是吴光亮路过惭愧祖师庙就要拜一下的原因吧。这里有一个一般古物哦，佑我开山匾，欢迎入内参观。开工后的第2个月就开辟到这里，同样由吴光中献给这间庙佑我开山匾额，落款呢则是光绪元年2月。现在这块匾额被文化部指定为一般古物。在正殿上面挂的则是复制品，匾额的本尊呢，则放在旁边的房间内展示。同样见证古道的开山佑民匾额，却没有文字身份，相当的奇怪。凤凰山寺的左右两侧分别写有万年亨渠以及三通大海。现在我们就出发，继续沿着古道寻找这2组词的来源地吧。好了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一个登山步道。这个地方上去啊，有一个国定古迹。它就是万年亨渠的一个时节。啊，我后面那一块大石头呢，上面的字已经没有很清楚了。据说它本来是有漆红漆的。吴光亮在中路完工后回到这里，并且在这颗巨石上亲题“万年亨渠”4个字，期望这一条道路能世世代代的道路畅通。这里成为了当时中路上的显眼的地标。根据调查报告的说法，巨石后方保留的就是清代古道的阶梯。当时的开路原则是最短路程，并且容易维护，所以经过这里以后，古道就直接往上翻越凤凰山。但是目前这段古道已经被天灾给摧毁。我现在后面这边有一间庙，这好像是福德庙。然后在这一间庙的旁边呢，有一个步道，可以上去到凤凰岩。那时候清代八通关古道呢，就是从
万年亨渠的那个石碑那边一路往上翻越凤凰山，然后经过凤凰岩下去到前面有一个叫做田底的地方。从土地公庙旁边的道路上去，就是凤凰山的北顶线步道。它的难度相当高，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挑战的。鹿谷乡公所的网站上有公告，前往凤凰岩的步道已经遭遇天灾破坏，无法抵达。我试着使用空白机搜寻，但也找不到凤凰岩。接着我这趟寻找清代中路古道痕迹的旅程将继续下去。这条道路是为了开山抚番、清列原住民领域而兴建，开通后持续遭遇原住民抵抗，导致后续更多的原汉冲突。最终在20年后荒废道路，还给山林。古代的路线记录非常粗糙，现在只剩下这些古物跟石节，留下台湾历史上重要事件的见证。不要开到一半说没通，希望不要啊！哇，这个路怎么那么小啊？往信义，这进得去吗？不通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要绕一大圈了。